好，接下来中美晶片战，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，川普恶霸现在逼宫台积电，要来掏空台积电之后，台湾还会剩下什么呢？另外，今天也会关心黄仁勋砸了1000亿豪赌，但是惨遭现在北京对他全面断单，全球的半导体霸主的地位会不会让中国大陆捡到便宜呢？今天会一次来做解读。我们先来看到《华尔街日报》的独家爆料说，川普为了要推行他的晶片国产化的新规定，他现在已经提出来的一个新的规定。他说，美国自己本土进口跟产能，这个从进口的部分呢，要达到1:1，就是美国制造跟进口产能是50%对50%的。如果没有办法做到，就会对这些国外的国家来课征重税。意思就是说，他接下来的目标100%美国制造的晶片要从设计制造到封装都全面移回美国去。那么接下来大家就在关心了，台积电接下来怎么办呢？你这些高阶的先进制程也会未来技术完全的转移美国，台湾接下来是不是就没有筹码，完全被掏空了呢？我们来看到，川普确实在近期对于台积电可以说是连环的逼宫。从4月份一系列的政策，他说，第一个，4月份他呛瞎，如果不设厂对台积电课征最高100%的关税。紧接着6到8月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要求台积电投资3000到4000亿美元，甚至传出要台积电收购英特尔49%的这个股权呢，来换减税。我们来看到几个专家的说法，他说，如果台湾失去了台积电，半导体上下游的供应链也都会一起被带到美国去，台湾在与国际的重要性就会大幅的降低了。另外是台经院也特别说了，台积电被逼付美国投资，并非是用商业手段，而是整个美国的国家力量做介入的。对于台积电来说，并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，但是对于美国来说，就是一个利多了。尤其是在美国产能的台积电、美光跟格罗方德来说，都是有利的，有助于他们接下来这些大厂跟客户来当作是谈判的筹码。台积电现在已经变成川普美国梦的人质了吗？台湾还能守住这些半导体护国神山的战略价值吗？让台湾的先进制程是不是真的可能就会被掏空了？委员怎么解读？不是已经被掏空，是正在被掏空。1:1的政策就是台积电要把它的制程厂房一半搬到美国去，达成台湾一半、美国一半的这样的一个目标。那会达成这个目标哈？其实，这几个学者讲对，它是个政治力量的运作，不是一个企业决策的结果。我们来看政治力量的结果是什么？只要今天台湾的政府说我不准你出去，我不批准台积电出不去。台积电目前的董事会里面，凭良心讲，超过2/3以上是美国人，只有1、2个官派的官员没有美国国籍以外，其他都是美国人啊，包括魏哲家都是美国人。好，所以你要面对这个客观的事实。那他们身家性命在美国，他会不听美国政府的话吗？所以台积电的高层本来就是美国在控制的。那如果台湾政府不允许他出去，他也没办法出去。这个都会同意在水到渠成啊！你要50% 了，没有关系，我给你70%啊！你要70%，我给你80%。就台积电的处境。那如果回归到纯粹的企业的经营架构的话，台积电更不必理会川普讲什么。为什么？我一个厂也不用到美国去盖。为什么？哦，你要课100%啊 ？Come on baby， 学川普讲，来啊，你课100%啊，200、300关税，为什么？他独门生意啊，而且他独门生意根本不怕你有替代品，所以你加我500% 的关税，1000% 的关税，我台积电无所谓。这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是更经典的，台积电是晶圆代工，是你辉达下单给我，然后是我运回去。这个给美国的时候，不是我卖给美国，是你川普把海外加工品运回美国去。谁缴关税？辉达缴关税，告诉台积电什么事儿啊？一点事都没有。所以它的晶圆代工模式根本不用去理会美国的关税，反正不是我台积电交的，你爱交多少？黄仁勋 ，please， 跟我无关啦。然后第二个，我可以不用啊，所以它纯粹是政治运作的。那政治运作就是。因为台积电的外资股东有70%，台积电的董事会都是美国人，然后台积电所在的这个政府单位是亲美的，是甜美的，是贵美的，是美国人的奴隶，就很自然会有这种结果啊。所以
台湾的老百姓也别给台积电期待护国的神山，你们的白日梦已经破了啦，因为川普正在实行了我刚才讲的土匪经济。是好，那等一下有关于台积电的相关细节，我们等一下也请纪文哥来帮我们补充。不过我们也来看到，那辉达呢？辉达最近也是蛮头痛的。我们看到他最近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，大家也觉得说，这些动作蛮奇特的。首先，他是对他的竞争对手英特尔这边突然间要结盟，而且豪砸了50亿美元哦。第二件事情是他丢出了1000亿美元押注在 OpenAI 上面，要打造史上最大的 AI 基建，不断的在辉达想办法扩增它的触角。同一时间，确实现在可以看到北京针对辉达的动作，它的各种的这些绝杀已经越来越多了。首先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他先禁采用 H20晶片，之后又下令阿里跟字节这些公司不要再试用辉达的这一款 RTX Pro 600D 的晶片了，而且连原本早就已经下定好的数万颗晶片，现在也打算要他们不要买了。黄仁勋就说真的感到非常的失望。那有专家这样说，他们认为北京现在的想法就是要在美中正式的谈判之前，把辉达当作是一个重要的筹码。也有专家提醒，这位是新加坡的评论人卓维安，他说中国大陆从未公开表示要禁封辉达，甚至也没有像美国这么样的夸张，以各种名目说要制裁辉达的合作伙伴或客户。如果说禁封 NVIDIA 是有一些的夸张了。至于白宫则是说，少了辉达，中国会输掉在 AI 的竞赛。黄仁勋现在砸了这么多钱哦，针对中国大陆的市场，会不会在中国大陆的狠心断单之下失去它的霸主地位？杨老师又怎么看？我们了解辉达是哪一家公司？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还是台湾的？辉达是个美国公司，而辉达可以卖到中国的芯片，其实被美国政府还不断的受限、再受限、降格再降格。那在整个从川普1到拜登到现在川普2，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战的打压管制有没有停止？完全没有。所以一直都是美方在出手，美方在制裁，美方不希望中国在芯片的制造上、发展上超越美国，赶上美国。那当然，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就必须要寻求自己的技术自主。什么叫技术自主？其实就晶片自主，也就是说，从这个中低阶到高阶，现在我们都知道，大概成熟制成的这个芯片，中国大陆其实已经要超越台湾了。也就是说，它已经是成为全世界主要的生产者，那消费者主要的也是他自己。那因此，现在高阶的晶片，尤其在 AI 的晶片上面，其实黄仁勋跟辉达所做的，过去一直也是中国大陆希望能够购买的。但是你不断的被降格，你又不断的被禁止，对，然后呢被质疑说你是会不会有后门？你看到这次以色列能够去打卡达，不就证明了一切美国的这些军事跟芯片都可能有后门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我觉得中国大陆在针对辉达这些管制，其实是一种自救，其实是一种寻求技术自主、晶片自主的作为。我最近跟一些朋友在谈，他们在讲到现在国际上关注的议题已经不再是 AI 了，而是像是核融合啊、稳定币啊。那我就问一句话，我说 AI 在未来股市会不会出现泡沫化？他们说这个其实是已经在讨论的议题了。也就是说 ，AI 当然是未来的发展，但 AI 芯片，美国现在用大资本去搞的 AI 芯片，能不能再有一波带动股市，他们都已经很大的质疑。可是 AI 真正的运用、模型的运用、商业的运用，这个就才开始。那我们看到美中之间的 AI 争霸，已经不是在单纯的 AI 芯片层面了。是，那纪文哥，这个川普这种恶霸手段，当然是希望能把这个他自己说的，把设计、制造、封装全面移回美国，实现100%制造。但其实最近一些事件已经这个证明了，川普这套作为可能限于一厢情愿或者单点的思考。特别是之前韩国现代汽车那个抓捕韩国劳工事件，证明了你工厂即使有，你没有那么多合格的劳工，你必须要靠外来的劳工来支撑你工厂的运作。因此，你说不止半导体，我封装测试，我全面一系列的，我全部要自制，但你的人哪里来？你到时候是不是要找外籍劳工来帮忙？或者有什么应对的方法？短期内能让你的合格的劳工能达标，
我认为对美国来讲，这是一个远景，但这个远景能不能实施或落实，它的问号真的还蛮多的。好，谢谢启文哥。